在一个名叫湖景镇的镇子里，住着一对幸福的父女。因为女儿的皮肤像白鹅的羽毛一样白，所以大家都称她为白鹅女。后来，在白鹅女20岁那年，爸爸又娶了一个妻子，不过继母还带来了一个妹妹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继母和妹妹居然把白鹅女当仆人一样使唤，把家里的脏活累活都交给白鹅女做。一天，白鹅女的爸爸出差不在家，妹妹不小心把家里的花瓶给打碎了。没想到，当继母问起时，妹妹竟然说是白鹅女打碎的。继母听到后很是生气，于是就朝白鹅女发了一顿火。可怜的白鹅女因为被冤枉，委屈地哭了起来。这一刻，她多么希望自己的爸爸能够回来。当到了晚上的时候，白鹅女准备睡觉了。让她没想到的是，继母提着12件脏羽毛对白鹅女说：“你必须把这些羽毛洗干净，然后晾干才能睡觉。”说完，继母就得意地走了。白鹅女看着地上的脏羽毛，她委屈地哭了起来。慢慢的，她的泪水一点一滴地滴在了羽毛上。突然，一位天使出现在她面前。只见这位天使穿着紫色的长裙，手里拿着一根魔法棒，很是漂亮。她轻轻地摸了摸白鹅女的头，和蔼地说道：“孩子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哭呀？”白鹅女看着天使发愣地说：“我的继母让我把这些脏羽毛清洗干净，还要晾干，不然不让我睡觉。呜呜呜，这晚上哪里能凉得干呀？”天使听到后对白鹅女说道：“孩子，让我来帮你吧。”说完，天使挥了挥手中的魔法棒，顿时奇迹出现了，那些脏羽毛立刻变得干干净净的，而且已经全部干透了。白鹅女看着眼前的一切，非常的高兴。正当白鹅女要道谢时，却发现天使已经不见了。第二天早晨，继母来到白鹅女的房间里，她看见白鹅女完成了任务，心里很不高兴。接着，她又把白鹅女带到一堆沙子前，说：“你必须在天黑之前数完这堆沙子有多少粒，不然我会把你赶出去，让你流浪街头。”说完以后，继母就走了。白鹅女看着眼前的沙堆，委屈地哭了起来。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呀。这时，一个慈祥的声音响起了：“好孩子，告诉我吧，你为什么哭呀？”原来是昨晚那位神秘的天使又出现了。白鹅女看着巫女哭诉着道：“我的继母让我数这些沙子有多少粒，不然就把我赶出家里，让我流浪街头。可是这个任务我根本完成不了。”天使听完白鹅女的话后说道：“孩子，我来帮助你吧。”这时，只见他再次挥动了魔法棒，一道光束照过沙堆，天使就已经知道沙子有多少粒了，并且还帮白鹅女建了一座漂亮的房子。当天使把沙子的数量告诉白鹅女后，就消失了。晚上的时候，当女孩把沙子的数量告诉继母时，继母不仅不相信，还和妹妹一起打白鹅女。而这一幕刚好被出差回来的父亲看到了，父亲顿时大怒，最后把继母和妹妹赶走了。从此之后，父亲和白鹅女幸福地生活在大房子里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不要做一个坏人，不然会遭报应的。